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浑身冷汗的萧炎睁开双眼，他没想到这次灵魂遨游天地，居然会碰上魂殿殿主。这次若不是有神秘强者的帮助，他很有可能会被魂殿殿主抓走。萧炎想起封印净莲妖火的空间呈破碎状，想必妖火降世住在这几日。他站起身，心念一动，眉心处的灵魂力量化为一道实质般的人影。萧炎冲着自己微微一笑，他们同时伸出手握在一起，嘴上都说着多多关照。呀，竟然有两个萧炎！紫妍满脸好奇，抓着两个萧炎不断地看来看去。萧炎收起灵魂，说他已经知道了妖火降世的地点，他还将之前接触过魂殿殿主的事说了一下，要让萧炎不要将魂殿殿主的事太放在心上。净莲妖火出世，其他远古种族必定会插手，古族也不例外。他们只要在一旁寻找机会收服妖火便可。说着，药老把装有9阴黄泉丹的玉瓶递给萧炎。9阴黄泉丹属于9品宝丹，药老和大长老2人联手才将其成功炼制出来。如今万事俱备，他们只需要等待妖火降世。至于能否真的得到，就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。毕竟净莲妖火降世这么多次，却没有一次真正被人降服过。萧炎突然睁开双眼，望着遥远的天空，两轮弯月一上一下悄然浮现。同一时间，9颗璀璨的星辰也化为一条直线，整个天地间泛起一股强烈的能量波动，无数奇异的雾气弥漫，隐隐间还有着浪潮的声音。妖火降世，药老问萧炎何时动身。萧炎刚想说话，脸色猛地一变，遥远的天空突然迸发出强烈的光芒，一股极端恐怖的温度扩散。药老没想到妖火居然如此迫不及待地冲破了封印。萧炎强行压下脑海中光团的躁动，决定现在就动身。想必现在各方强者都在赶往那里，他们也必须尽快赶到，就算不抢着出手，也要拿到第一手的情报。为了让这次的行动更有把握，药老前2天就将丹塔的大长老、火云老祖以及画宗的清华2仙请了过来。萧炎让他们若是遇见不可敌的危险，便先行退散，一切以保存实力为重。说罢，萧炎便带着他们和星陨阁的大批强者奔向中州西北。一夜之间，整个中州都变得躁动。萧炎他们到达妖火降世的山脉时，整片山脉都在妖火恐怖的余温下化为了一片乳白色的沙漠。萧炎的一火涌出，将联盟所有人都包裹住。他看向天空上破裂的空间，妖火住在其中，四面八方传来阵阵破风声，一道道身影停在破裂的空间远处。萧炎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危机，他并没有打算去当进入空间的出头鸟。浓郁的黑雾出现，3道身着黑袍的身影出现在所有人视线中。药老等人眼瞳一缩，那是魂殿殿主。魂殿殿主一身黑袍，看上去宛如一个非常普通的普通人，但他体内隐隐传出的灵魂波动告诉萧炎，这就是他前几日遇见的那道强悍灵魂。魂面生察觉到萧炎的注视，他将萧炎上下打量了一番。败落的萧族居然还能出现这等天赋的族人，这倒是我魂殿失职。在他身后的副殿主说，萧炎这小子太过狡猾，虽说他们以前并没有太重视他，但每次派出去的强者都足以将其击杀，可每一次萧炎都能够化险为夷，并且实力再度暴涨。魂灭生并没有搭理副殿主，只说着假以时日，此子或许会是另外一个萧玄。副殿主没想到魂灭生对萧炎的评价这么高，他看向身旁一直未曾说话的人影，干笑着说，那小子再强也强不过少族长。他嘴中的少族长也就是魂风缓缓抬头，露出一张大概30左右无喜无悲的脸，他的双眼是一种极度纯粹的黑色，没有丝毫眼白。魂风看向萧炎，据他所知，当年药尘在远古遗迹中曾经得到一卷能够融合异火的奇异功法。萧炎既然能身怀5种异火，还安然处之，修炼的就是那种功法。当然，这一切也不仅仅只是功法，萧炎自身的能力也不可低估。换做常人，哪怕是他修炼了那种功法，也不一定会比萧炎做得更好。魂风承认萧炎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对手，但他能杀他。副店主在一旁连忙恭维地说着，日后这族长之位非少族长莫属。
魂风一点也不忌讳这些，他看向一旁的魂灭生，这还要看店主的意思。魂灭生说他想的太多，族长有通天之能，他掌管魂族上千年，依旧未露疲态，现在说这些有些太早了。魂风点到即止，问魂灭生何时动手。魂灭生打算等净莲妖火破坏了封印，即将破空而出时再出手。一阵破风声响起，炎族的火炫带着2名族人闪电般来到萧炎身旁，两人互相打过招呼后，火炫赞叹萧炎果然不是寻常人物，短短几年不见，居然就达到了斗圣层次。萧炎微微一笑，称赞火炫如今也已经是高级半圣了。萧炎仔细打量火炫过后，有些惊讶他炼化了异火。火炫笑笑，他在长老们的帮助下侥幸降服了族中的八荒破灭炎，也是因为炼化异火，他的实力才会暴涨。萧炎手掌微微一抖，他知道炎族拥有的4种异火中有2种排名前10，但他还是现在才知道，除了红莲业火以外，另外1种居然是排名第6的八荒破灭炎。萧炎心中满是艳羡，他跑遍了大陆，得到的排名最高的异火也仅仅是第9的3000焰炎火。火炫向他介绍自己身边的火药长老，火药长老拥有的异火是排名16的火云水炎。萧炎苦笑一声，算上火炫身边拥有红莲业火的火炽，炎族3人就带出了3种异火，加上他体内的5种，光是这里就出现了8种异火。一道清脆的嗓音飘荡进萧炎耳中，萧炎哥哥，可不止8种哦。听到这深入骨髓的声音，萧炎满脸惊喜地抬起头，不远处的空间，一身青衣的薰儿带着古青阳和古族长老出现。魂灭生的目光在薰儿3人身上看了一圈，顿在那名蓝袍老者身上，没想到这次古族竟然将古南海给派了出来。魂风微微抬眼，古南海虽强，但店主想要拦他并不难。远古种族之间有着约定，实力达到5星斗圣以上的强者不能随意出手，而魂殿店主正好处于这个界限，在同等级之中，鲜少有人能够赢他。魂灭生淡淡一笑，那些更强的人虽然并未现身，但他们必定注视着这里。萧炎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薰儿，一直被压抑的思念如同潮水般涌出。他不顾在场诸多目光，一把抓住薰儿的玉手，将她重重地抱进怀中。现在的他已经完完全全配得上薰儿了。薰儿将脸颊轻轻靠在萧炎肩膀上。自从上次一别，足足3年的时间，他一直都在拼尽全力的努力修炼，就为了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。薰儿微微侧头，萧炎哥哥，我好想你。他的呢喃声悄悄传进萧炎耳中，以后薰儿便自由了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萧炎知道薰儿的实力，也知道他的意思，笑着点了点头。一旁的古青阳终于忍不住，让他们俩不要把别人当作不存在。薰儿脸颊微微一红，他从萧炎怀中挣脱出来后，冲着药老恭敬地行了一个晚辈礼。薰儿想起曾经自己以为药老对萧炎不怀好意，所以当时他对药老也并不太客气。薰儿轻声说着，药尘前辈，以往的事还请您不要记挂在心中。药老大笑着说，小事而已，他是萧炎的老师，对于图媳妇，要是连这点心胸都没有，也太不着调了。薰儿将身后的古南海长老介绍给萧炎。古南海给萧炎的感觉虽然不及魂殿店主高深，但却依旧比紫妍要强上不少。萧炎以为古族对金莲妖火也感兴趣，古南海说，古族倒不是对金莲妖火感兴趣，只要它不落在魂族手中就好。薰儿告诉萧炎，这里的空间封印是金莲妖圣所设，极为神奇，即便金莲妖火能够短时间将其破坏，但只要它稍稍一缓，封印便会自动吸收天地间的能量，再度修复，继续将其封印。而魂族对于金莲妖火一直都虎视眈眈，每一次也都是有备而来，只是他们从来没有成功过。萧炎瞥了魂殿3人一眼，他们似乎并不打算动手。薰儿说他们在等金莲妖火为破坏封印而消耗能量。薰儿看到魂风后，让萧炎一定要多多小心他。魂风在魂族中被称为疯子，他的天赋极为惊人，也拥有着神品血脉。按照古族的情报，若是没有太大的意外，他将会是下一任魂族族长。
魂风也很擅长越级战斗，而且出手狠辣无情，就连魂族的一些长老都对他十分忌惮，不敢轻易交手。萧炎将心神收回后，问薰儿为何远古种族都只派了这么点人过来。古清扬瞥了一眼萧炎身后的诸多人影，让他进入空间时最好不要带他们进去，不然萧炎将会无法承受那个损失。毕竟降服净莲妖火靠的不是人多。听到古南海说那片空间即便是半圣强者也只能保命后，萧炎连忙感谢他们的提醒，若不是他们，天府联盟这一行人怕是要死伤惨重了。听到薰儿说远古种族之间五星斗圣不能随意出手的规定后，萧炎才终于明白为何他灭了人殿，魂族居然没有派强者前来对付他。魂殿能让萧炎忌惮的只有魂灭生一人，但他最近忙着收服净莲妖火，根本没空来收拾萧炎。古南海目光一转，看向从他们出现后便默不作声的火炫三人。萧炎从他们的对话间听出炎族长老对古族的针对。古南海苦笑着问他们，莫不是也认为灵族消失是古族所为不成？火药沉默片刻，这件事无可查证，但古族和魂族的嫌疑最大，他们保持一些警惕是必要的，毕竟炎族并不想落得和灵族一样的结局。说罢，火药便带着火炫两人转向其他位置。古南海无奈地叹了口气，随后也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结，他的目光四处扫了扫，净莲妖火出世，想必雷族、药族和石族必定也不会缺席。听到药族也会来，萧炎目光一动，看向药老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